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明天是9·9重阳节了哈，也是敬老节，在这儿呢，祝福辽安社会的各位亲友、各位长辈，9·9健康，9·9幸福。我们先分享一下李美凤，应该是马来西亚李美凤老师的两个体会哈。他说有一天早晨给我发的信息说，老师早上好，说昨天讲到那个体察空间要动起来哈，觉得你得动起来。说今天早晨我在打太极拳的时候，太极的时候呢，只专注练习了几个动作啊，如云手啊，就发现打起来就有一种空中漫步，全身关节都松了、轻了的感觉。就是体察空间，不单纯是我们练富贵婴儿啊，练什么这样动作，你打太极拳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去体察空间。过去好像我记得曾经讲过，说练太极拳跟练太极有时候真的不太一样。练太极拳就注重到这个拳上，练太极是什么？太极是空啊，是无极生太极，太极阴阳未判，一气混元。说那个空是你体察空间，其实你就是在干什么？练太极。练太极，你就在修这个道啊，他就没有专注到某一个什么所谓这样一个动作那样一个动作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体察空间的这种感觉去做，一定是不一样的啊。他另外一则体会是这样写的哈，说感恩老师昨天晚上的课哈，第一次体验到了头脑不动头脑不动，开始感受觉知身体，这非常高兴。说又想把这个发现呢分享给朋友，说赶快又有觉知，就又有念头，马上又有觉知，头脑不动，不要胡思乱想。就是哎呀，这个感受很好，这个我想告诉别人，分享给别人，马上头脑不动，不要胡思乱想说今早起身又开始回看练习，只听按照老师要求，就听老师的口令去做着，头脑要动要乱想，马上收回，感觉非常好。对哈，你真是能做到这个了，开始这样做了，那才是真正开始锻炼，才开始第一步。就对这个念，又有觉知了，这才能说我们开始锻炼了，开始修自己了。你不然的话，只是个准备工作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应该怎么样做，那个动作该怎么样，记住这个，记住那个，那都是往里记，往里学。真正要指那个念，你才往外减，那才真正走到那个心上去。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一课就是这个内容说叫息虑忘源，说一呼一吸间踏稳回家的每一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大家注意听说息虑忘源，什么是息虑忘源？息虑忘源其实是特别是佛道两家锻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息虑是什么呢？息就止息，休息这个息止息停止或者是平息。虑呢是思虑妄念，那些想法，想这个想那个。那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止息内心的分别呀、攀缘呀、计较呀等等各种杂念。息虑看起来好像是消灭了、停止了，其实不是这样。息虑并不是说你要把所有念全消灭了，而是什么呢？就不随念头流转，来念头跟念头走了，跟着跑了，不是这样。有念你肯定还会有念，但是你不随着它走，你的心是很纯净的，或者说也可以讲叫不住念，你不随念头走了，息虑。那么忘源是什么意思呢？忘，它也不是说遗忘，而是什么？不执着，不着在上面，不攀附。这个缘指什么呢？是外在的色味、色声香味触法，你的眼耳鼻是你接触到的外面的这些东西，这些因缘嘛，这些缘，这个有一接触之后，看这个好看呀，神跑了；听这个好听，心走了。平常我们人不都是这样吗？这不单从外面，还有内在的呢。内在的很多情绪、很多记忆、很多故事，一想起来，跟着跑了。那这个忘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
对内外境界的这些攀附和追求。你锻炼，你往那一站桩，一闻到味道，呀，隔壁家的这个做饭香，这么香，哎呀，待会儿我也得吃什么，这你心就走了。我说这就是你比如一锻炼，这是刚才讲的外面，内在的呢一锻炼，哟，可真舒服，哎呀，真好真好，哟，你迷到那个舒服上去，也是缘呢。一锻炼，哟，这真疼，哎呀，为啥我要锻炼？我不锻炼干，早点收了吧，哎，这也是缘。是息虑忘缘，就是你对有些念头出现的念头，我不着它。对眼耳鼻舌身意感受到的内外的境界呢，我也不攀，这叫息虑忘缘。那么他平常息虑忘缘，并不是说很简单讲说息虑忘缘我就不想事儿就行了，它还有很更深层的含义。它通过息虑忘缘，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主动的让你怎么样回归内心啊，就安住觉性。通过这些锻炼，息虑忘缘的回归内心。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现在人经常讲说，哎呀，说人太累了。而现在这个累呢，往往不是身体上太累，当然身体也会有累哈。很多人的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累。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说积劳成疾，现在很多人没有那么体力的劳动，往往是积心劳而成疾。担忧、恐惧、焦虑、怨恨等等这些东西，让你的心很累呀。也可以说，人的心上缠绕了太多的东西。你去旅游去了，人生就是一趟旅行啊。你背着太多东西，你能不累吗？且不说贪嗔痴怨恼烦了，就平常正常的很多比较呀、分别呀、算计呀，这些东西怎么样？就很多呀，这一后都拽着你，你不累吗？这你就很沉重，啊。主席讲说，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你那个包袱太多了，你机器就开不动了。大家想是，你开不动，你被外力扯着呢。事实上，那个心啊，它一直都在那儿，你被外力扯着就往外拉，它就回不了家呀，就往外拽呀。那是外力一直往你拽着往外走，你心还怎么能回家？怎么能回归安住你的觉性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锻炼经常讲说，一锻炼要反观内照，你怎么能反观内照啊？一直被拽着出去，你连反都没反回来，你怎么往回照？那些外念、那些妄念、那些外境，一直拉着你往外走，到最后自己都主动往外走了。你说是回光返照，你怎么能你拉出去，你回不来，你也返不回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当那个心啊，你不被念头束缚了，没有念头了，没有外境的影响了，它自然就回来了，它就自由了，自然的呀，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要回家，要回归内心。那些，你比方说，这就好像人生就像旅行一样，是吧？好了，你走路呢，往回走呢。杂念一来了是干什么呢？杂念来了让你往岔路上走，你本来往这边走是回家的路，杂念一来就把你带着，哟，这块有美景，这块有美食，这块有什么，把你带走了，你往岔路上走了。那个邪念，这是让你，那个不是杂念，那个由来邪念的话，就让你怎么样，往坏的方向走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牵扯着走了，你扯着你走偏路，扯着你在这儿不走了，停在这儿了，或者什么拽着你倒退，所有的念头在干这一个事儿，就阻止你回家，真的阻止你回家。那息虑忘缘就是把阻止你回家的这些因素，把它摒除掉，不然的话你无法回家了。大家想一想啊，
我特别想跟刘安师傅的朋友讲啊，如果说你不能不在这个方面下功夫，你在别的方面下的功夫再多，大家注意啊，你方法再多，下的功夫再多，但管不住自己的心，那么那些方法呀，就是你没有方向嘛，不能回家去了嘛。你方法用的再多，功夫下的再越深，那在你偏离你的内心呢，也就越远。真的，不是说功夫越下多了就越好，你得功夫下对方向。你下不对方向，跑得越快，可能离开家离得越远。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息虑忘缘啊，就是念头一动，就像刚才我分享的这位老师讲，马上回来，一动就往外跑了，一往外跑，你再怎么练，他带着你往外走，带着往外走，那方向错了，好听。所以我们最近的锻炼是要心息相依，就每一次心息相依，心照神交。你往回走，说唯我于子，我用在这儿这个我和子，不是说我的那个朋友，就你内在那个心息相依，没有别的。我心息相依于丹田，生命之中没有别的，它很干净，很纯粹，很自由，不被这个拉走，不被那个拉走，它就自由了，就很纯粹了。说归根复命啊，所以每一次呼吸，你只要放下外面的东西，息虑忘缘，外面的杂念，外面的缘，这些东西放下万缘，你就变得什么？很从容，真的很从容，你没有什么畏惧了，你没有挂碍了，你没有什么恐怖，没有什么畏惧，你就很从容，很轻松，而且没有这些东西拽着，很自然的，你就可以看到你光明的内心。你走的每一步，每一个呼吸，都是在踏稳回家的那一步。我说的真的是这样。从长期的锻炼来说，你不在念头上，不在心意上下功夫，不去做息虑忘缘的这一层功夫，你想提升，想真正达到生命的这种完美，那是痴心妄想。你看，是痴心嘛，妄想嘛，你一直在痴心妄想之中。你只有回到真心，没有妄想了，你只有回到这儿了，你自然就远离了痴心妄想，回到了本心上来了。当然说是这个是息虑忘缘啊，并不是说我就没有念头，那有念头该怎么办呢？这息虑忘缘其实就是对付那个六根对外面的各种链接。所以当你面对这个有念头来的时候，要理解到什么呢？这些念头本来都是空的，缘来了，念头起了，缘散了就没有了。说认识到，哎呦，这念头本来是空的，那怎么办呢？我对这个空的东西，本来是空的东西，不评判，不分析。有念头来，马上轻轻的回到呼吸的当下，回到那个动作里。真正的息虑什么？知道那个念头本空，不随也不执，不随着它，不执着它，这是息虑。那个忘缘呢，并不是说，哎呦，那我去到深山老林里去，我什么外面什么我都不管了，那也不是这样，你不可能做到。你到深山老林，你周围还有各种山，有山水，有树林了，对吧？你忘不，忘缘什么？真正的忘缘不是逃避环境，而是什么呢？在纷繁复杂的事业上，不动那颗心，那个心是不动的。是息虑忘缘，不是通过息虑忘缘让你创造一个空，啥都没有，一个空的境界，不是这样，而是你本来你就是那样的，你只是回归到你本来心那个纯净的状态。大家注意啊，不是说我要去创造一个空，而是你本来就是那样。
你复归到你原本的那个状态。我本来是清明，本来是纯净。好了，因为外面的很多东西把我往外拉走了，我现在没有这个息虑妄言，没有这个东西，我又往回走了。所以在一呼一吸之间，在心息相依之间，在应对每一个念头之间，其实你就是在往回走，一步一步，吸一个念，哎呀，往回走，安静一下，往回走，安静一下，往回走。这种往回走，那个心是往回走，我们讲说是神返身中其自回，并不是说哦，意念往回想它就回，当然它也回，那个回不是真正的回。神返身中就是你的心一步一步的往回走，一步一步脱离那些念头、那些妄想、那些外境的什么束缚。这个时候，往回走。这平常人啊，这真是五马分尸啊，就是到处这个也拽的，那个拽。平常这，哎呀，我太多事儿了，那谁谁谁，那什么什么事儿，那什么什么事儿，哎呀，我忙的我什么焦头烂。我们经常会这样讲，说啊，我最近太忙了，忙得焦头烂额。什么意思？外面的事太多，把你拉出去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处理事儿，我们需要处理事儿，需要有念头，也需要有应对外界的各种什么我交接之境界，但都需要什么？安定好自己这颗心。特别是我们锻炼的时候，你往这一练，就要练这个功夫。练什么呢？我精神往回能收进去，收进去。我们上次之前也讲过，往外开到虚空之中。但平常我们想的虚空还是有往外的。那我现在往回收，收到你内在丹田这个虚空里，就把精神集中，改变平常向外的那个习惯，集中到丹田里面。但这个集中不是硬的集中，心息相应，很轻松、很自然的回归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生命之中。有念头，哎，去掉。大家注意啊，真的是这样。就像平时我们坐在大街上，在城市里面，在大街上，外面的这个汽车各种声音很多，时间长了你都不知道，你就不觉得那东西是干扰，你就不知道真正的安静是什么样的。哎，突然之间各种车都停了，你会觉得很安静。在你到乡下，你觉得更安静；你到了山里面去，哇，你觉得哎呀，这太安静了。锻炼就需要有这种状态，你往上一站，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静。那种感受啊，你只是像饮水似的冷暖自知。很安静，安静到一定时候，你突然觉得好像呀，你到身体里面了，那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只有这样去锻炼，在静上这么去认真的体察，你才真正是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去锻炼。你不然的话，还是一般的就只是活动形体而已。好，现在我们在一起练啊，就练的时候我会做一些简单的提示，也不会说太多。关键什么呢？自己要做到息虑忘源，要每一次呼吸觉知心息相依，我都在什么呢？都在回家。啊，咱们现在坐在这儿，现在坐一下也好啊，安静。就那个精神往回，砰，一集中。我们过去说过很多这边一激灵，回到整个身体上来了，一激灵，然后从身体再往回集中，集中到下丹田。
平常一激灵，哟，立刻觉得全身有精神了。那时候呢，神是真正回来。平常想回来那个想，有时候还真不是真正的回来，一激灵。好，我们还是站起来一边站着一边练啊。安静。好，我们脚直接分开。安静。你可以感觉一激灵，回到身上来，然后两臂慢慢前开。身体是空的。放松到虚空之中。身体微下蹲。有时候一激灵，那个心口那儿心窝那一动，神回来了。心窝那一动，然后那个神就在那儿就不出来了。心照神交，心息合一。
七虑妄然，只要一有念头，马上觉知呼吸，回归清明。你没有杂念了，你真的会觉得整个身心是轻松的，是清灵的。心息相依，丹田之中。七虑妄言，
会上脸，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安静氧气。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慢慢向上。体察无限虚空，气平继续向上。肩平向上。到了后领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下落。经额头、面、
胸。腹，小腹，富贵阴，两手敷于足面，下按，放松，放松，上提，下按，上提，下按，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慢慢向上。命门沿岸，稍向前，到肚脐沿岸，手中叠在肚脐上，安静。好，我们做开心通肺的这个动作啊，开肺。注意，这时候呼吸就要觉知控制了啊！注意，吸气，用喉咙呼气。反转。
静养。好，静坐，静养。心息相依，丹田。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安排什么时候收工，安静。大家自己安排。即使待会儿不静坐了，睁着眼睛呢，要保持内在的平静。遇事的时候，先心息相依，处事一定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内心宁静、安详。大家晚安，自己安排收工的时间，安静。